现在做的这个是放艇区哈，救生艇的储存空间，然后它做成了2层的结构。你看到这个是第1层，就这样靠着，然后第2层就有个定位桩可以放进去。你可以看到第2层的设计哈，它的上面是有一个滑轨的预留孔，就是你的小艇吊着出来的时候是要经过这个部位的。然后这一块就是它的舱门，问题是它的舱门上面有很明显的推出孔，这2个凸点，你必须要把它磨掉，所以你的舱门才可以做关闭的这个动作。好，那如果你不想磨的话，你要做打开的这个模式，变成它又没有一个固定的点去让你固定，它只有关闭的这个方式，上面会有一条线可以给你定位啊。那你要做打开的方式，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因为它这一边这个接合面它是平面的，只是你的位置必须要想办法自己抓，你才可以把它做一个打开的这个状态。打开的这个状态，你才可以看到放艇区里面。虽然里面我们还是要把它喷成黑色，不然缺点会非常的明显。那它的第1层的固定方式，就是靠在后面的这个支柱上。我看起来是这样，它就是靠在这个支柱上，然后内部也是靠着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很大的固定点可以去给它固定。再来是第2层。嗯哼，没有固定点，真的是很可惜啊。变成你全部都要自己去抓它的位置，也不知道你抓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Okay. 如果以目前这种打开的状况，我还要观察一下，看会不会去挡到等一下要安装的这个飞行甲板下方的支架，不可以去挡到它。OK， 好了，这些都固定了以后呢，这一块就可以直接点上胶水。然后我们刚刚在煮船身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塑胶补土，所以现在可以把它
可以修掉。我不知道边境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栏杆，如果没有栏杆就惨了因为船身的缝隙比较大一点点，然后用了这个补土之后，如果没有栏杆的话，就遮不住，就没办法遮丑了，遮不住不好看的这些胶的痕迹。修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边的制作方式都一样。再来盖上飞行甲板目前这个状况定位应该是对的我发现了一些缝隙。主甲板我把它结合上去并没有做任何的胶水的固定。然后最前侧的甲板也安装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前侧甲板的定位点是 OK 的看起来是很密合的，然后到船身这边基本上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到后面这边我把它凑起来了，没有缝隙了。问题是在这个地方，这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断差在这边，我就这是什么设计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照理来说，这个纹路这一块船身应该要接在这个纹路上，问题是它就做了一个超大的断差在这边给你，你去修也不太对，变成说你要修掉整条去容纳这个船身你修掉了以后，船身再压进来，跟甲板的位置也不对，所以证明说它甲板本身的设计就是要这个样子，直线的。除非你的船身在这边是一个闪电的折痕进来，一个 Z 字形，一个 T 形，这一块才不会翘出来，不然这一块就是翘在外面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个这么神奇的设计然后好，后面这边一样，这边刚好有一个缺口，你可以看到这个缺口，飞行甲板放下去，这个缺口容纳的位置是正确的，然后前面有缝。那你如果把飞行甲板往后面挪一点点呢？前面还是有缝，我已经挪了好，再挪一点，再往后推一点，来，后面有缝，有没有看到？这里后面有缝，整个甲板都是缝好，我已经大部分把塑胶零件都安装的差不多了，现在开始我们试着去装边境它的蚀刻片，因为我不知道它蚀刻片的品质是如何那我拆了蛮多盒的大盒，边境大盒，它的蚀刻片很多片，很多组都有折到，都有受伤，所以一直拆，拆到一套完整的我才下来做。因为那些有受伤的，我就必须要跟总代理这个也是有折到，这里很明显这边是弯折的，我必须要跟代理商反映，请他跟边境订新的蚀刻片来，这样我才可以把那些坏掉的蚀刻片
去做一个替换，这样才可以交件给我的客户。我觉得他在包蚀刻片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包战车的那种思维在包装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该保护的都没有做到保护。就从这个部位开始，有安装蚀刻片的这个部位开始。C62号的楼梯，两个都一样，都是62号，左右侧。好像没有分正反面，看起来没有。我们现在在制作船尾的吊车的蚀刻片。那边境的蚀刻片就说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难过啊！你看它有折线的这一面，这一面照理来说应该是朝外，然后翻过来了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在折的时候，你就搞不清楚你要把折的线放在哪边，折起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就还蛮搞不明白它的蚀刻片到底是哪一家公司设计，怎么会设计成这个样子？因为如果我按照这个线把它放在内侧折的话，我不知道折不折得动。OK，往内它是折得动的，问题是它折起来就
歪七扭八啊，真的叫做歪七扭八啊，我都还蛮搞不懂，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设计可以把东西给设计的那么烂啊？哦，所以我在折它的起重机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设计好像不太对了。所以你在折它的时候，它很难在，它会很难在它预计的这条线上折成直角，很难，真的很难。所以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变形的，哇！我真的觉得以对新手来说，这个东西完全不适合新手制作这艘船，因为它真的，唉，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艘船了。它如果真的设计成这样，我觉得它给个塑胶件还比较好一点，至少我还不用折的这么辛苦啊，真的，是说真的，我真的是不知道它的蚀刻片到底是谁设计的，怎么有办法设计的那么烂？所以只能尝试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折它。你看，很明显的，它没办法弯曲在它原本预计要弯曲的这一条折线上面，所以这个吊车做到最后就是歪七扭八。你看一折完全不在线上。
哦，我真的不敢相信我有办法做出这么丑的东西，真的，我开始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不太会做模型的人吧？怎么可以把三角吊车做得这么丑？而且还是完全救不回来的状态啊！不行，我受不了啊！我真的不太想再做这艘船。OK，我们已经做了3艘厂牌的大和号的船尾，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哈，以田宫的船尾来讲，加了 Pontos 基础版的改套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有小艇滑轨啊，然后外部栏杆，那后面的防空机枪塔这个部位，它的爬梯是田宫原厂件啊 ，Pontos 后面的旗杆，还有防空机枪塔上面的这个护栏啊，还有它的 Pontos 的吊车，所以以精细度来讲的话，确实还蛮漂亮的。然后它的小艇的设计哈，原来它的小艇，田宫的小艇只给了少量的小艇是在其中的板件上面，它并没有额外给小艇的板件啊。那在板件里面是可以找得到小艇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小艇的下面，它是有一个类似台车的东西在下面。那小艇就是直接粘在台车上，放在蚀刻片上，这个样子看起来它是比较趋近于现实的这个设计，所以船尾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那也可以看到船尾的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蛮大面积的一个补土，它才可以让船尾看起来是平的。这个就是田宫的设计。那我的飞行甲板这里并没有上胶固定，所以后续我还会再慢慢的再往前制作它的零件。然后好，下一条，下一条船是 Verifier 的大和号。先把剑桥的部分先拿起来，以免等一下掉了。OK，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Verifier 它进阶版所附上的蚀刻片的套件啊，包含旁边的排污管道，然后救生圈的这些设计，都有在上面。栏杆的准确度看起来也是比 Pontos 的好很多啊。然后旗杆，它也给出了蚀刻片的套件，防空机枪塔上面的护栏哦，也是折起来刚刚好。那包含它的爬梯跟它的护栏的位置，几乎是吻合的，所以制作起来相当的漂亮。那唯一的缺陷，它的吊车的设计，由于它上面吊车都有这一些缆绳在上面，所以它吊车的角度是固定的，不是回旋左右的角度哦，是上下的角度它是固定的，不然会去影响到这些缆绳它的垂直度。好，然后最大的缺陷在这个地方，当吊车回旋过来之后，要放在它固定的位置上，它会去跟后面的防空机枪塔会有干涉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 Verifier 它的失误。那我有问 Verifier， 他是回复说，他这个蚀刻片的这个部位有经过修改之后然后有在更新这一个部位的零件所以我这个还是属于是旧版的蚀刻片。新版的话，蚀刻片修改过，转过来的时候，吊车转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去打到防空机枪的平台。
然后这3家Verifier 它还有附上应急座，这应急座做起来也相当的漂亮。那它的置放的位置是在右旋的后侧这个地方。那我的快干没有粘的非常多，所以就看不到。我没有把它粘好，粘在上面。那我们把它的飞行甲板拿起来看一下啊，基本上它的小艇滑轨是一路延伸到里面来啊，然后小艇可以放置在上面。不过它的机库里面除了防滑纹以外就没有什么设计。这个是 Verifier 的船尾。然后再来就是 Border 边境的大河。OK， 好，再来是 Border 的大河。Border 的大河船尾的设计组装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它一样有附上一些细节的蚀刻片给你啊，然后舱门的细节蚀刻片，以及旁边的栏杆。你会看到栏杆的位置的准确度很高啊，所以栏杆的地方它是吻合的设计。好，再来防空机枪塔，它有给你，可是防空机枪塔上面它没有蚀刻片的护栏，它只有这个爬梯前面的一个小栏杆。那船尾的话，它这个给的是塑胶件，这支旗杆是塑胶件，然后上面还带有这个应该是指示灯类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到船尾的设计，这个地方是要稍微补点缝，补些补土上去，它才看起来才会没有缝。好，那这2个平台是964的单联装防空机枪的平台，这个已经把它粘上去了。OK， 好，再来是吊车，它的吊车在做回旋的动作的时候，它是不会跟防空机枪塔有任何的干预，这个是它比较好的设计。但是它的这个蚀刻片，它上面这个吊车的蚀刻片这个是我有史以来做过最糟糕的一家的蚀刻片。你可以看到它的折线是相当的浅，所以我在折蚀刻片的时候，基本上它没办法弯曲在我所指定要弯曲的位置，所以整个吊车做起来是歪七扭八的。我还觉得是好像是我觉得我不会做模型，不会坐船这种感觉。然后我还特地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请他拆他的边境大河，先把蚀刻片折一下，然后他折出来的蚀刻片看起来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可以确定的就是他这家厂商的吊车的蚀刻片，应该说它的蚀刻片的设计有很多设计是非常的糟糕啊，可以说是糟糕啊。没有想到一些玩家会折的这个路径他没有做好，所以会变得在折蚀刻片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然后你折起来的样子也非常的丑，真的是歪七扭八所以那下一个部分我们就开始往前面做飞行甲板上面的零件，塑胶零件、蚀刻片，然后以及飞行甲板下面的支撑的这些零件。下一集我们就开始做这些部分。好，那我们下次见。